疫情中的4个月，一段爱与希望的自我隔离时光。2020年1月，我和太太第4次踏上台湾，享受了一场我们热爱的温泉之旅。然而，当我们返回香港后，全球疫情迅速蔓延，随着病毒的影响逐步扩大，我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与焦虑。这4个月的自我隔离，成了我们人生中难忘的一段时光。疫情初期，病毒来势汹汹，信息混乱不清，我们对这个新型病毒一无所知，内心充满不安。我记得那天抱着太太痛哭，深深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早点移民到台湾。那时的台湾是一片疫情中的净土，仿佛世界的绿洲。我告诉太太，无论如何，我们一定要搬到台湾度过余生。如果这真的是世界末日，我希望我们能在最好的环境里共度最后的时光。这句话成了我们为梦想奋斗的起点。那4个月，我们几乎足不出户，一切生活物资都依靠网购。每次包裹送到门口，我们像执行一场战争任务，戴口罩、眼罩，全副武装，把包裹搬进屋后，再用酒精逐一消毒。当时我们的客厅铺满塑胶袋，包裹清理后才敢放进冰箱。香港的冰箱空间有限，但我用尽收纳技巧，把每一寸空间塞得满满的。生活虽然简单，但我们在自我隔离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小确幸。太太每天为我们准备2餐，她端上桌的每一道菜，不仅是生活的必需品，更是她对家庭的爱与付出。我则用相机记录下这些美好时刻，那些照片成了我们对抗恐惧的珍贵记忆。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是吃饭时一起观看台湾的综艺节目，从饥饿游戏到天才冲冲冲，再到综艺大集合，这些节目让我们在压抑的日子里找到笑声。太太的开怀大笑让我的恐惧稍稍平复，每次听到她笑，我都告诉自己，这样的努力是值得的。然而，当太太在客厅哈哈大笑时，我却躲在房间里不断上网搜寻病毒资讯。越了解，我越害怕，甚至多次崩溃痛哭。我不敢让太太知道我的恐惧，怕她也被影响。于是，我把所有情绪深埋心底，告诉自己，太太的快乐是我们度过难关的力量。每天晚上，我会偷偷抹去眼泪，回到她身边，装作若无其事地陪她看节目。那种假装坚强的日子，虽然痛苦，但也教会我何为守护，即使内心恐惧，也要让爱的人感到安全。那段日子，我们共同面对未知的恐惧，也在日常中找到属于我们的力量。太太为了让我们保持正能量，收集台湾移民的资料，并用她的笑声填满家中的每一个角落。而我则专注于解决实际问题，无论是物资的安排，还是移民的准备，都小心翼翼地计划着未来。我们偶尔也会感到疲惫与烦躁，但更多时候，彼此的陪伴让我们在困难中看到希望。我记得那句话，恐惧或许比病毒更可怕，但爱与陪伴却能让恐惧无处可藏。4个月后，我们终于走出家门，顺利完成移民台湾的相关手续。回首这段日子，虽然有泪水有煎熬，但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感恩与珍惜。人生中许多当下看似无法承受的困难，最终都能成为让我们会心一笑的故事。希望读到这篇故事的您，也能感受到爱与希望的力量。无论多么困难的时刻，只要不放弃，总有一天会看到阳光。